进入恐怖游戏后，我接手了村口的小吃摊。当诡异张开血盆大嘴咬我时，我反手塞进去一个肉夹馍，他嚼吧嚼吧。算了，有馍吃，第二天再杀。第二天，鲜香的小馄饨、炸串麻辣烫、胡椒猪肚汤，路过的诡异们纷纷放弃追杀，埋头炫饭。我最终靠一口烂锅狗到了最后。正是饭点，小饭馆里人头攒动，我在后厨正颠锅炒菜，怎料下一秒却被扯入了 S 级诡异副本中。身份：江晨，18岁，江家村村口小吃摊摊主。天赋道具：可升级 F 级厨具一套，做出诡异们也能品尝的料理。游戏身份卡和天赋道具缓缓浮现在我眼前，直播间的观众们发现我只得到了最低级的天赋道具，纷纷傻眼了。完了，不仅是新人，还抽到 S 级副本，直接开局送人头。他运气也太差了，锅碗瓢盆能干吗？难道用大锅暴扣诡异吗？看样子凶多吉少了，其他4个玩家存活率都比他高。小陈加油，一定可以活下去。直播间的弹幕如潮水般喷涌，讨论热烈，而我则抱着大锅躺在小屋冰凉的草席上，战战兢兢地读着说明书。扮演好所属角色，不能在诡异面前暴露玩家身份。每晚7点到凌晨7点是安全时间，除非踏入危险区域，否则诡异不会攻击玩家。活过5天则视为游戏通关，获得奖励。我掌心渗出冷汗，开局一口烂锅，怎么看都没有胜算啊！忽然外面传来了凄厉的惨叫，副本内存活人数4，开局就死了人，我缩在被子里，心中更加没有底气。第一天大早，天还没亮我就从床上爬起来，既然扮演好所属角色就能活下去，那我摆小吃摊总没错吧？等摸进厨房，我才发现这个小吃摊摊主每天卖的是纯的白馍馍。从锅里捡起几个烙好的白馍啃了口，干巴，像嚼蜡烛，没味儿。给诡异吃这种东西，他们真的不会黑化来投诉吗？我皱着眉吐掉，开始扫视厨房里剩余的食材，半扇猪肉、洋葱、青椒，还有些八角香料。1小时后，我从炉膛中取出双面松脆微黄、外脆里嫩的白吉馍，然后战战兢兢地抱着食材出门摆摊。卖馍喽，饼酥肉香，肥而不腻的肉夹馍。我坐在小板凳上，无精打采地随口吆喝着。这村子安静的出奇，大早上会有人来买馍才怪。老板，来个馍。第一位食客是个皮肤冷白的帅哥，个高腿长，气质很好，只可惜他后脑勺处有个血淋淋的大洞，看着瘆人极了。好，我当即低头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这才勉强维持住了表情。殊不知，直播间里的弹幕瞬间炸开。是小 boss 秦昊，他最喜欢开玩家的脑壳了。根据统计，他的猎杀成功指数高达99%，新人这下要完了。小陈稳住，小陈是最棒的。而我此时对弹幕内容一无所知，只是在秦昊的注视下系上围裙干活。秦昊好像也不着急吃馍，只是和我唠叨着村里的八卦。江老板，你有没有听说昨晚的事？我昨晚睡得早，什么事？为了维持人设不露馅，我勉强接上他的话。就是村委那个江大林昨晚喝了2两白酒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，你猜怎么着？半夜就被他媳妇活生生砍死了。男人边描述边仔细观察我的反应，按他的意思就是上个玩家人设崩塌，被诡异发现并且灭杀了。果然，在我手猛地一顿停下来后，他兴奋地举起榔头伸向我的后脑勺。江老板，你怎么停住了？你的馍做好了。秦昊的动作停了下来，看向手里热乎乎的馍时，表情有些一言难尽，仿佛在说就这。只是他的目光很快被那份肉夹馍吸引，白馍外表微微焦黄，其中肥瘦相间的猪颈肉剁得软烂，看着很好吃。原本杀气腾腾的诡异安静下来。秦昊观察半晌后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沾满鲜血的冥币，我接过来后下意识用抹布擦了擦，下一瞬我僵硬的愣在原地不敢动弹。糟了，恐怖游戏设定是只有玩家才能看到诡异的死状和鲜血。只见秦昊唇角勾起危险的笑。你是谁啊？原来的老板去哪里了呀？男人越凑越近，那口尖牙就要咬上我的侧脸，我害怕的腿脚发软，手一哆嗦，从他手中抢过馍就塞进他嘴里。秦昊下意识一咬，刹那间他的神情滞了滞，敲向我后脑勺的榔头在距离3厘米处停了下来。怎么这馍尝起来有味道，跟真的一样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我们这些当 NPC 的诡异都是现实中死去的亡魂，因此在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。味觉、嗅觉、触觉统统不存在。按理说食物在我们嘴里根本不会有任何味道。见他停下攻击，我忐忑不安的踮脚举着肉夹馍，生怕下一秒后脑壳会被敲碎。秦昊面无表情的吃着我手里的肉夹馍，吃完后有些犹豫的看着我，然后从口袋里抽出2张正常的红色纸币递过来。再来10个，打包。好嘞。秦昊领着10个热乎乎的馍准备离开时，警告的瞥了我一眼。明天我再来。他转身离开，忍不住低声嘟囔了一句：明天就杀了他。我握着200块，独自在风中凌乱。拜托，要杀我可不可以不要告诉我。收摊后，我又躲回了安全小屋。而此时，直播间的观众们大为震惊。隔壁用了一个 A 级道具才躲过诡异追杀，他就用一个肉夹馍。他还赚了200点货币，可以在商城兑换好多东西。估计活不过第2天。你没听诡异说明天来杀他吗？为新人默哀3秒钟。小陈不怕，小陈好样的。新人也有脑粉，楼上喊小陈的怎么每天都在？当天晚上8点，夜幕降临，小屋的门被敲响。谁啊？ 8点是安全时间，屋内是安全区域，
按理来说诡异不会找上门。江老板，我是村口的菜贩子宋刘，给你送食材来了。我若有所思地从床板上坐起来，瞬间猜到了门外是其他玩家。但在恐怖游戏里，玩家要提防的不仅是诡异，还有同行的其他人。我披了件外套，猛地开了门，门外的人似乎被吓了一跳，僵硬地将背上的箩筐卸了下来。他没胆抬头和我对视，只是收下菜钱后迅速跑远了。这人的表现也像个新手。我默默记住了宋刘的外貌，扛着菜箩进门落锁。今天的食材比较散，羊肉、鱿鱼、牛肉、鸡翅、玉米、土豆、青菜、茄子，只有这些东西，明天做不了肉夹馍了。我将秦昊付的200块转换成商城点数，又买了些调料，明天摆摊的东西这才有着落了。第二天大早，秦昊果然如期而至。他看到小摊案板上没有肉夹馍，有些遗憾，于是又张开满嘴尖利牙齿的血盆大口朝我走来。没馍吃，可以吃人了。我忙不迭地翻动着烧烤架上的竹签，适时刷上秘制酱汁。竹签上的羊肉串在火焰中发出滋滋声响。等秦昊杀到眼前时，我赶紧装了满满一盘串盛上。要不你吃点再办事。那张血淋淋的大口治了治，最后犹犹豫豫地合上。行。他又恢复了白白净净的外貌，安静地坐在小摊的木凳上。等我把串都布置好后，秦昊开始动嘴。秘制烤翅被烤得金黄酥脆，肥美的鱿鱼也嚼劲十足。他一口一串吃得不亦乐乎，引得路过准备刷 KPI 的诡异们都停下脚。老高，闻着好香，咱要不也吃点？陈阳，你傻呀？吃着又没味儿，但是香啊。Boss 说今天至少要杀掉一个玩家，你这是消极怠工。死这么多年，我好久没吃烧烤了，就算没味我也想尝尝。也是，吃饱才有劲杀人。他们之所以不怀疑我是玩家，那是因为旁边坐着秦昊。最终两只诡异坐了下来，我端着烤串靠近时，差点被吓了一跳。只见他们浑身上下皮肉都被烧伤，脸上的五官扭曲不堪。客人请慢用。我低着头不敢看，只是礼貌地打完招呼又退下。满满一盘烤串摆在面前，两只诡异凑近，低头仔细闻了许久。嘴馋的陈阳选了串牛肉塞到嘴里，虽然没味，就当过个嘴瘾吧。然而当脂肪的甘甜和肉的咸香在舌尖炸开时，他猛地瞪大了眼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而旁边的高远却觉得他在演戏，有些无语地笑了笑。你的演技越来越逼真了，难怪 Boss 重用你。他随手捡了根色泽金黄的烤玉米塞进嘴里，一瞬间味蕾上满是玉米的清甜和奶香味。高远立马察觉到不对劲，拿起手中的斧头，杀意满满地望着我。就在他起身想动手的前一秒，吃得不亦乐乎的陈阳分出一只手扯住他。哎呀，老高，吃吧吃吧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今天吃饱，明天再杀，反正跑不掉。闻言，高远顿住，目光在烤串和我的光滑脸颊之间游离，最后他选择向美食屈服。好吃，好像回到了还活着的时候，每天来上一串，比包玩家脸皮有趣多了。明天包也不迟，反正他也跑不掉啊！对对对，我缩在角落里战战兢兢的烤串，努力降低存在感。正当我以为今天要逃过一劫时，远处有两抹身影飞速靠近。跑在前面的是昨晚的菜贩子新人宋刘，后面是追杀他的鬼。看到我的身影后，宋刘不顾一切的往小吃摊跑来。救命！都是玩家，你快救救我！霎时间，周围诡异的视线全部聚焦在了我身上，我的心瞬间坠到谷底。完了完了，老子要凉凉了！拿着屠刀的猪肉佬李大海加快脚步，直接抓住宋刘的身子往地上拉，手起刀落，圆滚滚的人头飞到我脚边。他抹了抹脸上的血迹，朝我露出阴森可怖的笑容。你认识他？我拼命摇头，不认识，真不认识，我就是卖烤串的。但李大海显然不信，他举着淌血的大刀缓缓靠近，随后扯住我的头往案板上按。忽然一把榔头飞了过后，屠刀在距离我脖子5厘米的地方被打飞。秦昊面无表情地瞥了我一眼，冷声开口：别动他。周围端坐着看戏的陈阳和高远也纷纷劝阻。对，我的烤串还没做好呢，先别杀。李大海惊奇地皱起了眉头。你们疯了吗？他明明就是玩。话没说完，一根裹满孜然香味的羊肉串从天边飞来，直接塞进他嘴里。李大海猛地顿住，嚼吧几口下肚，不可思议地望着我。居然真的有味儿！诡异世界里怎么可能有人能做出真正的食物？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，杀人屠夫当即选择放下屠刀，他风轻云淡地坐下，开始点菜。摊上有的各来10串，中了。大海哥，咱拼桌一块吃。最近忙着到各个游戏里抢人头，好久没和你聚餐了。周围的诡异顿时嘻嘻哈哈围了上去，我一时没摸清自己到底算不算露出马脚，只好埋头吭哧继续烤串。对了，大海哥，那个菜贩子玩家怎么暴露的？他早上来找我进猪肉，完全搞不清菜价，肯定是假的。说罢，李大海夹了一筷子蒜蓉茄子塞进嘴里，顺便找我搭话。对了，老板，我点这一桌的串多少钱？完了，我也不是很清楚这里的物价，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扯起嘴角的笑，佯装老练。您吃的开心就好，看着给，哈哈哈。见状，李大海从兜里甩出4张红钞票结了账，而我却不敢拿，生怕下一秒暴露自己手会被剁掉。倒是秦昊吃完后心满意足地擦了擦嘴，开口道：没事，收下吧，理个大方，乐意多给你就拿着。我顺着他的话赶忙鞠躬点头，谢谢老板。吃饱喝足后，众诡异们纷纷离开，他们对视几眼默契的低声商量，明天再来杀的。一言为定，明天一起来。我收拾烧烤架的手一哆嗦，你们这些诡异讨论的时候能不能小点声？我听得到。见我居然在4个诡异面前活了下来，直播间的观众们纷纷炸了锅。还有这种通关方式吗？活久见，搞得我也想试试在下个游戏里做饭了。楼上的痴心妄想，新人一看就有做菜天赋好吗？他做饭确实有2把刷子，看得我都饿了，就是不知道接下来几天他还能不能做出新菜。小陈会做很多菜，
他很厉害的。好不容易收拾好摊上的厨余垃圾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太好了，又多活了一天。今天4个客人加起来赚了整整有800点数，加上昨天存下的150块，一共是950点数。10个点数能兑换现实中1天的生存时间，也就是说我给自己挣到了3个月的生命。我有些落寞地摸了摸手边的大锅，在恐怖游戏里度过了2天，我才逐渐想起了自己被拉入诡异世界的真相。那天我在饭馆后厨热火朝天的颠锅炒菜，身旁的煤气罐自下台，我的身影在被热浪侵袭前消失在原地。按照规则，无限接近死亡的人被诡异副本选中后会成为玩家，如果死在游戏里，那么玩家就会彻底死去，成为诡异。如果成功通关，则可以兑换寿命回到现实世界中。想到这里，我求生的渴望在此刻前所未有的强烈。出神之际，一抹身影忽然出现。江老板，我来应聘小工，包饭就行。秦昊竟然折了回来，我被吓了一跳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不需要。但话没说完，他指向不知何时贴在小摊上的招工启事。江老板，这是你前2天贴出来的，你不会不记得吧？他口袋里的榔头又掉了出来，在地上发出响亮的哐当声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只好硬着头皮应下。那你明天8点来上班，别来早了呀。收到。秦昊捡起榔头，满意的笑了笑，慢悠悠走远了。下一秒，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在耳边响起。玩家厨艺获得4个诡异的认可，请问是否花费100点数升级天赋厨具？我愣愣地望着手里的一口大锅，抬手点确认。天赋道具1级厨具1套，可升级，做出诡异们也能品尝的料理，料理美味度加10%。游戏时间到了晚上8点，白天的菜贩子送流死了。我等到9点都没人来送食材。我在商城里翻了翻食材的价格，发现成本太高后还是选择了放弃。想起规则中晚上7点、凌晨7点的安全时间，我最终还是壮着胆子拖出了门。先是到后院的鸡棚，从窝里摸了几只母鸡刚下的热乎鸡蛋，再慢慢挪步到黑漆漆的菜地里摘采。荠菜、韭黄、上海青、紫苏叶，月光越来越亮。等我发现不对劲时，一抹影子已经站在我身后。你在干嘛？回头是个扛着锄头的大娘，她浓密的长发直直拖到地面，极其不正常。这时我才发现村子里的安全区域缩小了，我站在了危险区。大半夜的，你不睡觉，为什么到菜地里？夜行鬼大娘直勾勾地瞪着我，黑色的发丝眼看就要缠上我的脖颈。我战战兢兢地举了举手中的鸡蛋和嫩青菜。我是村口那家小吃摊的江老板，摘菜明天卖的呢。黎大娘闻言瞬间凑得极近，仔仔细细瞧了瞧我的脸，然后她笑弯了眼，缠绕在我颈间的长发缩了回去。是你呀，天太黑，刚刚没看清。今天大海回家给我带了那个烤鸡翅，好吃极了。我死了那么多年，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。说着说着，他又咂巴起干瘪的嘴，似乎在回味。见状，我立马顺着他的话磕磕巴巴的客套道：明天我摊上包鸡菜馄饨，欢迎来吃啊。一定一定。他顿时眉开眼笑，转身唰的一下飞走。不一会儿，村口处传来尖利的惨叫声。副本内存活人数3。我抱紧怀里的菜，马不停蹄地跑回小屋落锁。游戏第3天，大清早起来开摊子，我一眼就看到村口吊着的那具玩家的尸体，我被吓得脸色发白，又赶紧佯装没看到，开始煮韭黄汤做馄饨。秦昊早就来了，颇为新奇地看着我包馄饨，他眼中亮亮的，小心翼翼地伸手戳了戳鼓囊囊的馄饨们。早餐当然不能只卖馄饨，至少还得有个面条。焯水后的面条捞出，浇上猪油清汤，再掐一把嫩绿的上海青过水，煎个圆鼓鼓的荷包蛋卧在上面。我忐忑不安地将2份早餐端到秦昊面前，你尝一下，然后帮忙定个价。能不能活过今天，这早餐的味道非常重要。秦昊一口一个小馄饨，一口一筷子面条，没过几分钟就吃完了。他满意地点点头。价格牌挂上后，望着上面的价格，我有些诧异，会不会太贵？不会，你做的很好吃，在这里你的食物是无价的。说完，秦昊发现我始终不敢抬眼看村口的方向，于是他过去将尸体取下，扔进了下水沟，然后用颇有威慑力的眼神扫了扫正在排队吃早餐的诡异们。众诡异心虚的撇开头，望天望地，装作若无其事。今天来吃东西的食客特别多，乌泱泱的长队一眼看不到尾巴。昨天见过的李大海、陈阳等诡异也在队列里探头探脑，昨晚遇到的黎大娘也如约而至。热腾腾的早餐仿佛给清晨注入了无限的动力，众诡异们都吃得很慢很安详，不再是平时那副戾气满满的样子。真的有味道，我又能吃到有味道的食物了。死了那么多年，在诡异世界里真的好麻木。今天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，比昨天的好像好吃一点点。江老板永远的神。昨晚开会 boss 说要快点解决掉的，要不今天就动手。明天吧，明天再上。对，不急，明天上。看着摊上专心进食的诡异们，我只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现实那间饭馆里。那间小小的江家饭馆是妈妈开的，是我们的家。爸爸在我5岁的时候病逝在手术台上，为了还清治病欠的债，我妈把家里的房子卖了，租了个小摊，在街头从肉夹馍卖到烧烤，再卖到早餐，直到今年我高考完，她才攒到钱盘下了个小店铺。眼看好日子就要来了，没想到，幸好当时我妈不在厨房里，几滴清泪猛地砸落在灶台上，瞬间被蒸发不见。就在此时，秦昊将一打红超扎扎实实塞进我手里，看到我莫名情绪低落，他忍不住抬手敲了敲我的后脑勺。诡异不会哭，人才会哭。他不动声色的侧身挡住周围诡异的视线，目光在我脸上游移。但凡能被拉入诡异世界的，执念都很深。什么？我慌慌张张的用袖子擦了擦脸，佯装沾上了锅灰。秦昊表情冷淡的往食客间指了指。高远和陈阳生前是消防员，死在火海里。
里，他们的执念是没救下的一对母女。李大海是农村送猪肉时出了车祸，他的执念是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。李大娘是抢救病人连续加班猝死的护士长，她的执念是那些病人。不过在诡异世界里待久了，那些执念也会被逐渐忘掉。最糟糕的是，慢慢的大家连自己的身份都忘了。你呢？你的执念是什么？秦昊平时好像对什么都漠不关心，没想到竟然对诡异们的过往那么熟悉。我低头错开他探究的视线，匆匆忙忙走到摊子上收拾吃剩的碗筷。执念吗？有的，我的妈妈，她还在等我。吃完早餐后，食客们纷纷离开，秦昊也继续当 NPC 收割玩家人头去了。我发现筛子里还剩了几个小馄饨，我便给自己也煮了碗荠菜鲜肉馄饨尝了尝。今天的菜品吃起来好像比昨天更鲜美些。我忽然想起昨天厨具升级时新增的属性，料理美味度正10%，原来真的有用。那如果继续升级，美味度会不会继续增加呢？正在这时，系统的提示忽然弹了出来，玩家厨艺获得50个诡异的认可，请问是否花费500点数升级天赋厨具？我抬手点了确认。天赋道具第1级厨具1套，可升级，做出诡异们也能品尝的料理，料理美味度加10%，进化概率10%。新出现的属性让我有些茫然，进化什么？第3天的傍晚，直播间里大家正因为秦昊的话而讨论得热火朝天。忽然，有观众眼尖地发现了村子角落的动静，那是幸存的3位玩家之一，他顶着寒气从夜色中回屋，手中握着的天赋道具是把长刀，而刚刚他摸黑踩的点正是我家门口的小摊。众人纷纷炸开锅。新人完了，玩家间的屠杀开始了。恐怖游戏里可怕的不只是诡异，有时候人心才是最可怕的。他做的菜能打动诡异 NPC， 但挡不住同类的长刀。怎么办啊？有没有人能帮忙通知小陈啊？我可以花钱，多少钱都可以的。楼上新人的脑粉是第一次来直播间吧？怎么老说些蠢话？众人笑了笑，没当回事，只是风轻云淡的开了场赌局。这场游戏里到底谁是赢家呢？第4天清晨7点整，村子里下了雨，安静的有些诡异。秦昊还没来上班，我独自抱着几个餐桶支起摊子，弯腰抬头间，忽然一把长刀破风朝我的脖子扫来。哈哈哈，你的天赋厨具是我的了！砰！B 级的长刀猛地被震碎，我面无表情的打开了从商城大价买的1级防护罩，将它挡开3米远。这3天的营业额加起来是2500，升级天赋厨具花了600点，购买食材花了100点，还剩1800点。防护罩200点开一次，一般玩家都不会购买，但我不是一般玩家，我是个一杀就死的菜鸟厨子。那名玩家顿时愣在原地，虎视眈眈地望着我，他打算肉搏。我正准备继续从商城花点数兑换道具时，一双冷白的手从他背后伸了出来。你是玩家，你暴露了。秦昊面无表情拎着那人的衣领，一步步拖着往旁边巷子深处走去。凄厉的惨叫乍然响起，我搬椅凳的手顿，又继续低头杠。副本内存活人数2。半个小时后，秦昊若无其事地回来了。紧接着，诡异村民们也从四面八方涌现出来，然后井然有序地排着队。江老板，今天吃什么呀？下雨了，好冷啊，想吃点热乎的。一到坏天气我就想死，除非能吃到江老板的食物。喂，你本来就死了好吧？诡异们死状各异，但此刻他们脸上露出些许称得上是幸福的微笑。我笑了笑，打开密封的保温食谱，顷刻间诱人的香味钻进了大家的鼻子里。昨天傍晚我就察觉到快要下雨，于是到村尾的大河里摸了些田螺、龙虾，还钓了鸡尾鱼，在地里摘了几把紫苏叶子，从厨房的瓶瓶罐罐里找到些胡椒和烟笋，又在商城里买了些猪肚和豆腐。我要1份胡椒猪肚鸡汤，1份紫苏爆炒田螺。我要鲫鱼豆腐汤和麻辣小龙虾。我都要，全部来1份。诡异们这会儿都不要命的胡吃海喝起来。胡椒猪肚鸡汤香浓鲜美，好喝又暖胃。鲫鱼豆腐汤中鲫鱼鲜嫩，一口下肚抚慰人心。小龙虾麻辣鲜香，回味无穷。如果是人类，想必吃下这些，全身暖和起来。我一碟一碟，一碗一碗的迈着。忽然间，2道白光在雨幕中乍现，只见坐在一起喝胡椒猪肚汤的陈阳和高远被耀眼的光笼罩着。等光散去，他们身上烧伤流脓烂掉的皮肤竟然恢复完好，两人脸上五官逐渐分明，伤口消失了，进化了，他们被净化了，再被净化9次，他们就能脱离诡异世界往生了。传下去，吃江老板的食物可以得到净化，江老板我永远的神。诡异们纷纷炸开，消息像长了翅膀般瞬间传遍诡异世界的每个角落。听到净化2字，我瞬间联想到昨晚升级增加的新属性，原来净化是作用在诡异身上的。只见下一秒，村子角落里四面八方竟然又齐刷刷涌出一小批鬼，小摊上的汤品和麻辣海鲜小炒再次被卖疯。李大海，你小子原来吃这么好，居然不告诉我，害得我现在才偷偷从隔壁回魂医院溜过来兼职。你不知道医院饭堂难吃疯了。饭堂那算什么？我们绝命火车上的饭盒才是又贵又难吃。新来的诡异狼吞虎咽，眼里满满都是对荒村园 NPC 的羡慕。李大海等人骄傲地抬起了下巴。前2天江老板这还有烧烤馄饨和肉夹馍吃呢。陈阳也跟着安利。嗨，我每天上班就等着这一口呢。吃完后杀玩家都来劲了许多。原本等着剥下我脸皮的高原也彻底改变了主意。算了，不杀了。如果他死了，就没人能做出好吃的饭菜了。饭桶。身份
江晨，18岁，市中心医院实习护士，天赋道具 B 级厨具一套，可升级，做出诡异们也能品尝的料理。升级附加属性，料理美味度加 20%， 进化概率 20%， 诡异 BOSS 进化概率 10%， 道具掉落概率 10%。游戏身份卡和天赋道具缓缓浮现在我眼前，上一个副本还是最低级的 F 级天赋厨具，这一次竟升级到了 B 级。虚空中，我忐忑不安地读着新的说明书。扮演好所属角色，不能在诡异面前暴露玩家身份。通关条件：治愈1000个病鬼，市中心医院的病鬼们都患上了永远无法治愈的病。通关时间无限。看清通关条件后，我抱着大铁锅猛地倒抽一口凉气。天杀的，老子在现实世界中只是个厨子啊，怎么可能会治病？而且我手里只有锅碗瓢盆，外加3个崩了口的大碗啊！观众们都在直播间等待被回魂医院副本选中的倒霉蛋，发现是我时，众人纷纷欢呼。毕竟上次我靠经营小吃摊通关荒村的战绩还历历在目，但当通关条件出现时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本来想看舌尖上的诡异，现在你告诉我这是外科风云。难道新人要用大锅和铲子来给患者爆炒药丸吗？我看是真的药丸。靠做饭通关根本就是邪门歪道，现在终于栽跟头了吧？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小陈加油！直播间的弹幕比初次见我时还热烈，眼前白光亮起，我发现手里猛地多了个针头，周围顿时传来嘈杂的声音。旁边坐着七窍流血的年轻病鬼，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伸到我面前。怎么了，护士？你该不会不知道怎么打针吧？看到我捏针的手指在微微颤抖后，他瞬间露出了诡异的笑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角落处扎错针的护士玩家脑袋忽然炸成烟花。副本内存活人数3，死亡1人。打针呀，护士，你是护士吗？病鬼露出了满口尖利的牙齿，旁边的拐杖已经高高举到了我头顶，眼看他一棍子就要砸下来，忽然有只手扯着我后腿，一身白衣的护士长拦住了病鬼的视线。这是新来的实习护士，业务不太熟，有点紧张，我给您换个技术好点的。说着他招手喊了旁边的中年护士鬼过来，随后他拉我进了休息室，门关上，他背对着我的苗条身影开始不停颤抖。护士长似乎陷入了极度的兴奋，嘴里发出窸窸窣窣的怪异笑声。我偷偷摸索着开关，准备随时开门冲出去，怎料他忽然转身狠狠抱住了我。嘿嘿，是新厨子来了，监察者秦昊没骗我。呜呜，我再也不用吃饭堂难吃的饭了。监察者秦昊，我满脸诧异。护士长从怀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转职书塞进我怀里。你这就去接管饭堂，我忙去了，晚点来看你。说完他风风火火跑出去干活。直播间的观众们有点不淡定，这也行？这不是走后门吗？我要举报，退钱。楼上酸鸡莫叫，太好了，江神终于回到绝对领域了。但是去了饭堂只能做饭，别忘了通关条件是治愈病人，通关时间无限，完成不了他就只能永远困在医院里了。秦昊，是那个狼头哥吗？他是不是喜欢我们家小陈啊？不行的不行的。我一路摸索到黑灯瞎火的饭堂，这一层冷冷清清的根本没鬼。厨师鬼正在办公室睡觉，看到我后打了个哈欠。新厨子先交1000块饭堂承包费。好。护士长也没说要交钱啊，我心疼的掏出小卡刷了刷。厨师鬼满意点点头，像拿到烫手山芋般将钥匙抛给我。根本没鬼来吃，亏死了。抱着东西离开前，他忽然金光一闪。对了，我这有个食材箱，每天随机刷新3至6种食材，单种食材数量无限供应，你要不要？我呼吸猛地一滞，瞬间眼馋了。要，2000块。半秒钟后，我开局就花光了上个副本积攒下来的全副身家。没事搭，我先苟着人设做饭赚钱。妈妈，等我！忍着贫穷的疼痛，我打开了食材箱，金光一闪，里面刷新了鸭子、排骨、茄子、玉米。我思索几秒，今天的菜式瞬间有了想法。经营饭堂得一顿做好多个菜，不能像之前小吃摊只卖1、2样。第一道是脆皮烤鸭，鸭子刷3遍皮水，在古木炭上烘烤的红润油亮，成菜后烤鸭肥而不腻，越嚼越香。第二道是红烧茄子，新鲜茄子切长条，炸至金黄捞出裹淀粉，大锅热油加蒜爆香翻炒，茄肉鲜香适口，浓而不油，再加个蒜香小排和排骨玉米配汤，2肉1菜1汤完美。我撸起袖子在后厨颠锅颠得热火朝天，直播间的观众们直呼精彩。江神每天2眼一睁就是干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要是好吃，我把一锅都吃了。我愿意住进你家，哪怕以蟑螂的身份。我的妈，放泡菜国，这不得是国宴啊！满满当当的菜摆在饭堂的窗口里，我握着打菜勺，双眼放光，等着食客的到来。5分钟、10分钟、15分钟，厨师鬼是对的，这个破饭堂根本没鬼意来。正无聊的发呆之际，门口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有个头顶插着把菜刀的病鬼匆匆闯了进来。啥味儿啊，这么香？杨大山是病鬼家属，原本要到医院外面买饭，路过饭堂闻着味儿就来了。我按照他的吩咐打了满一饭盘，哪知杨大山偏不爱到座位上吃，绕过前台直接坐我旁边来了。他一口没吃，扯着我开始絮絮叨叨。虽然大家都说这里饭堂不好吃，但胜在闻着香啊，摸着还热乎。反正这个世界的饭菜都一样，
没味儿，吃的诡异心里慌慌的。你实话跟哥说，饭菜这么香，是不是用了什么高科技？五花蛋奶？眼看他叭叭说个不停，菜都要凉了，我忍无可忍，直接上手卷了个脆皮烤鸭塞他嘴里。杨大山下意识一咬，刹那间他愣住，居然有味道，不可能！诡异世界没有味觉、嗅觉、触觉，按理来说一切饭菜都没有味道，但这烤鸭子香香的。他瞪大了双眼，当即不信邪的夹起蒜香小排塞进嘴里，蒜香浓郁，稚嫩味美，尝一口魂都掉了，再咕噜一口玉米汤。天哪，见了鬼了，真的有味儿！我死了40多年，就没吃过这么新鲜热乎的饭。呜呜，这还不好吃？那些给饭堂差评的嘴得多掉啊！杨大山风卷云残，将饭盘清空后，然后面无表情的扫了我一眼，语气瞬间发冷。小伙子，不瞒你说，我早看出来你是人类了，本来想吃完再拔刀砍你头的，算是仁慈给你留个断头饭的时间，但你这饭太好吃了，我舍不得砍。说到吃，他眼中凶狠的神色褪去，憨厚的摸了摸头，又点了一份。我利落的又打了份饭，然后警惕的默默走远。一阵后怕涌上心头，原来他头上那把刀是用来砍玩家的。按照规则，曾经无限接近死亡的人被诡异副本选中后会成为玩家，唯有通关才能回到现实。妈妈还在等我回家，我不能死。我还没找到迷失在诡异世界里的爸爸，我不能死。杨大山几大口刮空碗底，就在他放下碗筷的瞬间，一阵耀眼的白光将他笼罩。哐当，砍刀落地的声音在空荡的饭堂内回荡。白光消失后，杨大山头上不断流血的伤口竟然消失了，是净化。治愈病鬼1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我瞬间想起了上个副本的老朋友陈阳和高明被净化后，身上的伤痕也消失了，也就是说，净化等于治愈。这边杨大山回过神来，犹犹豫豫地问：“那个，我的病痊愈了吗？”看到他有些傻乎乎的样子，我也跟着愣愣点头。是因为吃了你煮的香香饭？应该是吧。杨大山激动地从椅子上蹦起来，然后他掏出了老旧落后的小灵通手机打电话：“喂，小山，咱爹要死了，速来医院。”那头的弟弟杨小山有些诧异：“咱爹的坟头草不是早就2米高了吗？反正你快点来医院看爹就是了。”紧接着他又拨通了下一个电话：“喂，三叔，我爹要死了，速来医院。”那头的杨三叔惊讶到手中的锄头都掉地上了：“你爹死了，你小子怎么高兴的跟要娶媳妇似的？比娶媳妇还开心，你快来！”轮番打完一圈电话，杨大山才恋恋不舍地把手里的饭盘还给我：“有救了，有救了，弟弟和爹都能治好病了。”他豪气的大手一挥，要了30份饭盒，我马不停蹄地到后厨打包起来。治愈的概率只有20%，我不能担保吃了就一定有效。没事没事，我什么都想试试。杨大山饿狼扑食般从我手中接过饭盒，饭堂没诡异来吃饭，我干脆做好人好事，提出要帮他送到病房去。杨大山极其感动，他探头看了看我的员工胸牌，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江堂主，我给你打员工5星好评，送锦旗，以后在医院我罩着你，你每天安心做饭，等大家都治好了我再杀你。”我拎着重重的饭盒卑微的回应：“啊，杨哥，还杀吗？”杨大山不明所以的摸了摸脑袋，有些迷惑：“杀呀，迟早要杀的。